我原是云州市中医院的一名主治医生，而我妻子是这家医院最漂亮的护士，叫高洁。只可惜我们两个结婚还不到1年，连孩子都没有，我就遇上了车祸，变成了一个盲人，工作也丢了，失明半年多。我妻子并没有抛弃我，而是鼓励我坚强起来。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我妻子还给我找了一名女护工，平时给我洗衣服、做饭。然而，这个好妻子的形象却在这天下午我一个高中同学的上门拜访给打破了。小凯，好久没见了，我路过这里来看看你，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谢谢你了，孙勇。春兰姐，麻烦你去将水果洗洗。好的，张先生。春兰姐就是我妻子给我找的护工，叫做李春兰。春兰姐离开之后，孙勇坐到了我身旁，小声地说道：“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你听了之后千万要冷静。什么事？我今天在街上看到你妻子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两人有说有笑的，最后上了一辆宝马车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被蒙在鼓里，也可能是我想多了，反正你自己留个心眼。孙勇没有将话点明，但是其中的意思我却已经明白了。我情不自禁地攥紧了拳头，但为了家丑不外扬，我撒谎说道：“呵呵，孙勇，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你的确想多了。我妻子跟我说过，今天他表哥要来，那男的肯定是他表哥，只是因为我现在瞎了，他不方便在家里招待，所以他没带回来。”哦，原来是表哥呀。那是我误会了，实在不好意思，你可别往心里去，我还有事先走了。孙勇急匆匆地走了，但是我的心里却犹如翻江倒海一般，难以平静。张先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你没事吧？我没事。春兰姐，麻烦你扶我去卫生间，我想要洗个澡。啊，现在洗澡？李春兰有些诧异，因为我平时从不在白天洗澡，她毕竟是个外人，照顾我洗澡多少会有不便。你帮我把水龙头打开，我一个人可以的。那好，你一个人小心点，千万别摔着磕着，否则我不好跟高女士交代。知道了，放心吧。我穿着衣服就躺进了浴缸中，将整个人都埋在水里，痛哭了起来，眼泪和水混合在一块。张先生，你洗好了吗？我一会就出去。哭过一阵后，我已经冷静了下来。我从浴缸里站了起来，刚一只脚迈出去，结果脚下一滑，脑袋重重地撞在了地上，昏迷了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躺在沙发上，一个陌生的女人正守在我的面前。张先生，你终于醒了，你吓坏我了。春兰姐，我有些错愕地看着眼前的陌生女人，心中吃惊无比，因为我发现我能看得见了。我激动得差点喊出来。这时，一阵开门声响起，随后一名漂亮的女人走了进来。老公，你怎么样了？我一看是自己的妻子高洁，立刻高兴地想要告诉她这个好消息。但是当我看到她的衣着打扮，尤其是她挎着的那款 LV 手提包时，不由愣住了。难道孙勇说的是真的？这些名牌包包、衣服、手表是那位宝马男送的？这一刻，我恢复视力的激动心情就如同一团火被浇了一盆冰水，瞬间就熄灭了。他快步走到我面前，蹲了下来，用手抚摸着我的额头，一股香水的气味扑鼻而来，与以前的香水味道也完全不一样。老公，我听说你摔倒了，立刻就赶回来了，你伤到哪里了？高女士，我检查过了，杨先生就是磕到了头，不过没有出血，只是昏迷了一会。你是怎么照顾我老公的？明明知道他看不到，还让他一个人去洗澡。不怪他，是我自己要去的，而且我也没什么大碍，就不要为难他了。看到他对我的关心，我心里却感受不到丝毫的温暖。我只想弄清楚他跟那个宝马车的男人到底有没有关系。老婆，你今天下午都在医院吗？听到我突然发问，高洁微微一愣，脸上闪过了一丝慌张之色，但是很快就消失不见。对呀，我不在医院还能在哪？你怎么会突然这样问？哦，没什么，只是闻到你身上有香水味。上班时间不是不允许喷香水吗？好闻吗？这是我新买的香水，离开医院的时候我才喷上的。听到他如此解释，我假装相信，点了点头。但其实我很想直接的问他，这一身名牌衣服、包包、手表是怎么来的？可是这样一来，他就知道我已经恢复了视力，在没有弄清楚他是否红杏出墙之前，继续装瞎子，往往能看到一些平常我看不见的事情。高洁扶着我回到了卧室中。你还要回医院吗？现在离下班也没多久了，我不回去了。等会儿我亲自下厨，给你做最爱吃的狮子头和红烧肉。趁着我妻子和李春兰两人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我找出了手机，打了个电话给中医院的护士长杜红英。杜姐，我是张小凯。张医生，你怎么会想起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呵呵，也没什么事，我就是想问问你，高洁她今天下午一直都在医院吗？对呀，一直在呢。她没有外出过吗？没有呀。你怎么会这么问？这种事你可以直接问她呀。难道你们夫妻间出现什么状况了？当然不是，我就是随口一问，你可千万别告诉她，否则她该生气了。行，我保证不告诉她。我先不跟你聊了，还有工作要忙，等改天我休班的时候去你们家看望你，拜拜。挂断了电话后，我心里松了口气，有了杜红英的证实，我更加相信孙勇多半是认错了人，他看到的那个女人应该不是我妻子。至于那些名牌衣服、包包、手表的来源，依旧是个谜团。自从听了昨天孙勇的一番话，我就变得敏感了许多，总是觉得自己妻子有问题，但是我又不相信她真的有问题，因为我很爱她，不想失去她。张先生，你今天起来的这么早呀？怎么没有喊我一声？要是您再像昨天一样摔着磕着，高女士会把我开除掉的。春兰姐，昨天的事都怪我，你没
没做错什么。一会吃完了早饭，我想出去一趟。你要出去？李春兰惊讶地看着我，因为自从她来给我当护工，我从来没有迈出家门过一步。你是要去哪呀？高女士嘱咐过，不让你自己出门，要不然我给她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吧。不用，我只是想去医院检查一下眼睛，你陪我去一趟就行，不用麻烦我老婆了。那好吧。吃过早饭后，我和李春兰一起打车前往了市区第3人民医院。张先生，我听高女士说，你和她不都是在市中医院上班的吗？你家离中医院还近，为什么反而跑到第3人民医院来？春兰姐，你别张先生的称呼我了，还是叫我张小凯吧。自从我失明后，工作也没了，所以不想见到以前的那些同事和朋友。李春兰听到我这么说，也就没有再问什么。张小凯，你在这等会，我去给你挂号。她将我安排到走廊的座位上，自己就跑去给我挂号了。就在我等着的时候，突然有人喊道：“张医生！”我扭头看去，就看到一名女护士朝着我快步走了过来，竟然是我原先在中医院的一个同事，叫李小婉。张医生，真的是你呀？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虽然认出了李小婉，但是却假装看不到。你的声音听着好耳熟，你是哪位？我是李小婉呀，我跟高姐以前经常一起值夜班的，当初你追她的时候，我还帮你送过花呢。原来是你啊，抱歉，我一时间没听出来。我来这里是检查眼睛的，你怎么也在这？李小婉举起了手，在我眼前晃了晃，似乎在试探我是不是真的瞎了。我找了个男朋友，是第3人民医院的医生，他帮我走了走关系，把我调到这边来了。呵呵，恭喜啊！什么时候能喝你的喜酒？我虽然不方便去，但是我们家高洁一定会去参加你婚礼。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我本来还想通知高洁的，但是她自从辞职后，我们都好久没见过了。我脸上的笑容顿时一僵，诧异地问道：“你刚刚说什么？他辞职了？你不知道吗？他几个月前就辞职了，说是要换份朝9晚5的工作，方便照顾你的生活。张医生，你能娶到高洁这样的好女孩，对你不离不弃的，真是你的福气。”我整个人如遭雷击，根本听不进去李小婉又说了些什么。我妻子如果真的从中医院辞职了，那么昨天杜红英说的话就是在欺骗我。那么高洁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为什么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昨天孙勇看到的女人，难道真的是她吗？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李小婉似乎也察觉到我有些不对劲。张医生，你怎么了？这时李春兰也走了回来。张小凯，我已经挂上号了。我没事，你去忙吧，我也要去做检查了，以后有时间再聊。李春兰扶着我离开了大厅，我整个人满脑子都是怒火。检查完回到家，我将自己关在卧室中一整天，连午饭都没吃，一直到下午我妻子下班回家。老公，我听说你中午饭没吃，是哪里不舒服吗？今天我去第3人民医院检查眼睛了，遇到了一个原先中医院的同事。高洁听到我这话，脸色微微一变，似乎害怕我知道什么。你去检查眼睛，怎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陪你去啊。医生怎么说？我的眼睛还是老样子，什么都看不到。我没有跟高洁说实话，因为这样一来，她以为我看不见，就不会防范我。你难道不感兴趣我今天遇到了哪个同事吗？那你遇到了谁呀？怎么会有我们中医院的同事在第3人民医院？李小婉。当我说出这个名字之后，我看到高洁的神色明显的有些慌乱。她告诉我说，你几个月前就从中医院辞职了，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我的确是辞职了，我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因为你那段时间心情特别不好，我不想让你更担心。医院的工作不好吗？你为什么要辞职？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我之所以辞职，还不是为了你。护士的工作虽然是体制内，工资福利也还可以，但是工作时间不规律，有的时候经常上夜班，我哪有时间照顾你？你失明在家之后，家里所有的开销都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就凭我那点工资，根本不够家里的开支，所以我辞职换了一份新工作，现在在一家美容会所上班，工资比以前高多了。听到他这样解释，我心里多少有点愧疚。我失明之后，就像个废人一样，天天躲在家里，衣食住行都不能自理，生活的担子都压在了高洁一人身上。单单请李春兰这样的一个护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美容会馆工资能有多少？我每个月基本工资加提成最少1万起步，我这才干了几个月而已，工资都快赶上我当护士1年的了。这么高？我顿时有点吃惊。如果是按照这个工资水准的话，那么高洁自己就买得起那些名牌包包、衣服、手表。那当然，我们美容会所接待的都是一些有钱的女老板或者富家小姐、太太，她们都可有钱了，所以提成特别高。那这家美容会所叫什么名字呀？红颜美容会所。红颜，名字挺不错的，是在哪条街呢？老公，你问这么详细干嘛？难道你是在怀疑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老婆，你别多想。我问这么清楚，是想万一遇上什么事情，我至少有个地方去找你。哼，在京津路上，你要是有事找我的话，可以让春兰姐打电话给我，我会立刻赶回来的。呵呵，好的。张先生、高女士，饭菜已经快准备好了，你们洗漱一下，准备吃晚饭吧。对了，老公，我忘记告诉你了，我今晚有一个同学聚会，怕是不能陪你在家吃饭了。同学聚会？我心中不由一动。我妻子很少在晚上外出，这一次说是去聚会，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最担心的是，她不是去参加同学聚会，而是跟上次孙勇说的那个宝马男去约会。老婆，我很久没有外出过了，也没有参加过聚会，能不能带我一起去？你也要去？高洁的脸上不由露出了为难之色。老公，你眼睛不太好，还是在家休息吧。高洁越不想让我去，我就越觉得有问题。既然你不想让我去，那算了，我一个瞎子出去
去也只会给你丢人现眼。老公，你胡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觉得你给我丢人？只是我们今晚聚会都没说带对象去，既然你想去，那我就带你一起去好了。我们刚到一家叫最青春的 KTV 门口，一个女人就迎了上来。高洁，你来的有点晚了，大家都到了，就等你了。老公，这是我读医学院时候的同学季桃，你还记得吧？我们结婚的时候，她来给我当过伴娘。如果只凭印象的话，我还真想不起季桃长什么样子了。不过幸好我现在恢复了视力，能够看清楚季桃的模样，很快就想起了她是谁。你好，我是张小凯。呵，你这是不放心高洁呀，还亲自来当护花使者。我尴尬地笑了笑，正准备解释一下自己为什么跟来，季桃又说道：行了，赶紧进去吧，别让其他人等急了。我们3人来到了一个包间，我扫了一眼，里面有3个男的，1个女的，这几个人我全都不认识。诸位快看看谁来了，咱们医学院的白衣女神高洁。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有人疑惑地看着我，这位帅哥是谁啊？这是我老公张小凯，中医院的主治医生。不过他半年前出了场车祸，导致双目失明。所有人听说我双目失明后，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不好意思，希望我的到来没有扫了大家的雅兴。行了，大家都不是外人，赶紧入座吧。接下来一阵推杯换盏后，我也跟着喝了不少的酒，感觉到有些头晕之后，我就假装喝醉了，靠在沙发上装睡。我去趟洗手间，你们帮我照看下我老公。等等我，我也去。他们2人一离开，剩下的那些人就开始说起了悄悄话。高洁的老公酒量也太差了，这么快就醉了。呵呵，在上学那会，高洁可是咱们医学院的校花，不知道有多少人追她，没想到最后便宜了一个瞎子，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你说要是能当着这瞎子的面跟高洁得有多刺激？听到这几人的话，我气得暗中直咬牙。如果我不是在装醉，真想立刻就睁开眼臭骂他们一顿。不过这样也好，起码让我能了解到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行了，你们几个就别胡说八道了，小心被人给听到。哈哈，耀东，你怕什么？你瞧他喝得烂醉的样子，叫都叫不醒。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你和高洁可是打得火热，为什么一毕业就分手了？一听到这里，我心里不由一紧，没想到这里面还有男人追过我妻子。李耀东，我看你来的时候开的是宝马车，你现在混得不错啊，为什么还没找女朋友？难道真的对高洁念念不忘？人家高洁现在已经是人妻了，你就别惦记了，我还单着呢，要不要考虑考虑？呵呵，你们这些家伙怎么这么八卦？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我和高洁现在就是普通朋友，不跟你们说了，我去上趟厕所。李耀东起身离开了包间，就在他走后，一名男子开玩笑似的说道：他哪是上厕所，我看是去会老情人吧。你的意思是他是去见高洁了？人家高洁老公可在这呢，李耀东不会干这种事吧？呵呵，他一个瞎子又喝得酩酊大醉，能知道什么？再说，你真以为高洁就是什么贞洁玉女？她能守着一个瞎子不离不弃过一辈子吗？我听得实在是忍无可忍，尤其是听到他们说李耀东并不是真的去上厕所，而是去私会我妻子了，我哪里还能忍得住？我故意咳嗽了2声，然后假装睡醒了过来。老婆，我捂着额头，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我老婆人呢？高洁她去卫生间了，还没回来呢，你坐下等会儿吧。哦，正好我也想去上个厕所。张小凯，你都喝成这样了，眼睛又看不到，自己怎么去上厕所啊？没关系，我叫个服务员扶我去。那不如我扶你去吧。离开包间，到了卫生间，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李耀东在里面。于是我对扶我的男子说道：我肚子有点不舒服，可能要在卫生间蹲一会儿，你不用管我，先回去吧。那我一会再过来接你。在卫生间没看到李耀东，我心里不由有些着急。再加上有人说李耀东开的是一辆宝马车，我不由怀疑，之前孙勇说我妻子上了一辆宝马车，还和对方有说有笑的，难道那宝马男就是李耀东？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连忙拿出了手机拨打了我妻子高洁的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没人接，语音提示对方可能正在忙，暂时无法接通。忙？他能忙什么？除非他现在和李耀东在一块，否则怎么会不接我的电话？我立刻从卫生间里走了出去，就算是暴露我复明的这个秘密，也不能让我妻子跟别的男人。我刚刚走出卫生间，突然就看到之前扶我来卫生间的那名男人回来了。我连忙抬起双手，装作在摸索前进。那名男人脸上露出了一种戏谑可怜的表情。张小凯，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幸好我来得及时，要不然你走丢了，我可怎么跟高洁交代？走吧，我扶你回去。我老婆回去了吗？对，她回去了。我心里不由松了口气，心想看来是我想多了。我妻子并没有和李耀东在一块。当我们回到了包间后，却没有看到我妻子高洁，也没有李耀东，但是却多了一个陌生的女人。张小凯，高洁她也喝多了，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就坐你旁边呢。那个男人给那名陌生女人使眼色，那名陌生女人靠近了我的怀里，装出一副喝醉的样子，身上还散发着一股酒气，也不知道是他们从哪找来的。我脸色阴沉了下来，这些人摆明了是随便找个女人糊弄我，担心我去找高洁。我没有拆穿他们，因为我想弄明白他们这么做是什么目的。既然高洁也喝多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吧，我先带她回家去了。一时间，所有的人都慌了。哎，张小凯，你别着急走啊，再玩一会吗？就是让高洁睡一会，等她醒酒，你们再回家。
家，要不然你也不认识路呀。对对对，大家难得聚一聚，今天得玩尽兴。他们全都挽留我，死活不让我离开。我心里有些明白了他们的用意，他们这是在拖延时间，应该是为还没有回来的高洁、李耀东他们打掩护。我心灰意冷的笑了笑，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那么我也没什么放不下的了，大不了就是离婚。差不多过了1个小时左右，高洁和李耀东两人一起走进包间，扶我去卫生间。那男的轻车熟路的又给他俩使了使眼色。高洁扫了我这边一眼，小心翼翼的来到我身旁坐下，然后假装睡醒。老公，咱们回家吧。而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沐浴露的气味，似乎刚刚洗过澡似的。我没有说话，只是站了起来。高洁对其他人说道：“时间不早了，我们先走了，下次咱们再聚。”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我闭着眼睛一言不发，心里却已经在思考如何跟高洁谈离婚的事情。很快，出租车到了小区门口后，我们下了车，但是我没有回家，因为李春兰还在家里。如果一会我和高洁争吵起离婚的事情被她给听到，那么只会令我更难堪。老公，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喝多了难受呀？此时我强忍住要爆发的怒气。你和李耀东干什么去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哼，都觉得我是个瞎子，就不知道躺在我怀里的女人不是你是吗？你和李耀东足足消失了差不多1个小时，你们2个老情人难道不是去旧情复燃了？老公，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听说我和李耀东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在我去之前，我并不知道李耀东也在。我和他以前的确曾经谈过一段时间的恋爱，但是自从毕业后，我们2人分手就没有再联系过。今天的见面纯粹是偶遇，我和他之间早就没有任何联系了。打住！我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过去的事情我可以不在乎，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过去。我只想知道你们消失的这1个小时都去了哪，做了什么？老公，我这1个小时都和季桃在一块儿呢。你和季桃在一块儿？我不由皱起了眉头，这才想起来，似乎季桃自从去上厕所到我们离开的时候，他都没有再出现过。我和季桃上完厕所出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喝醉的，他竟然把我和季桃当成了 KTV 陪酒的公主，想要占我们的便宜。本来我们没想搭理他的，可是那人拦着不让我们走，一把将季桃的衣服给扯坏了，还吐了我一身。幸好这个时候李耀东出现了，他帮我们把那人赶走了，然后送我和季桃去了附近的一家酒店。季桃的衣服被扯坏了，我也被吐了一身，所以我在酒店洗了个澡，这才耽误了那么久。自始至终都是我和季桃在酒店房间。听完高洁的解释后，讲述的过程中一直很镇定，而且也没有停顿。难道他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那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一直没接？你给我打电话了吗？高洁连忙拿出手机打开一看，满脸歉意地说道：“老公，不好意思，我手机调静音了，所以没听到铃声，对不起。”我所有的怀疑都被他给一一解释清楚了，一时间我的怒气消解了不少。但是对于他与李耀东消失的这1个小时，我始终保持着怀疑态度。那季桃他人呢？我洗完澡后发现季桃睡着了，就没有叫醒他，而且他也不太想回家。你把他一个人放在酒店安全吗？去看看他吧。老公，我看你还是在怀疑我和李耀东之间的关系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带你去酒店一趟，正好酒店房卡还在我这。如果不弄清楚高洁消失的这1个小时究竟都做了什么，我始终心里不安，总觉得头顶绿油油的。虽然我知道回酒店去查看会让高洁不高兴，但我还是坚持这样做，因为我要弄清楚真相。老婆，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你也明白，我现在眼睛看不到了，心里缺乏安全感。你那些同学们都说你和李耀东旧情未了，你们又消失了那么久。好吧，为了打消你的疑虑，那我就陪你去一趟。我和高洁又打车回到了最青春 KTV 附近的一家酒店。老公，一会儿我先进去把季桃给叫醒，然后你再进来。为什么？他没穿衣服呀，我要是把他叫醒，他看到你在，不是会很尴尬吗？我又什么都看不到，他有什么好尴尬的？可你毕竟是个男人呀，他又是我闺蜜，你理解一下我好吗？听到高洁这样说，我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但我心里却已经打定主意，只要他前脚进去，我后脚就跟进去。他拿出房卡把门打开走了进去，我伸出一只手挡住了门，防止房门自动锁上。我在门口等了2秒钟，正准备进去，突然房间中传出了一声尖叫，没等我反应过来，高洁就跑了出来，还把房门给关上了。老婆，你怎么了？高洁脸上的神情很古怪，似乎在掩饰着什么。老公，咱们要不先回去吧，等明天的时候，我再让季桃给我作证。为什么要等明天？你刚刚在里面看到什么了？为什么大叫了一声？高洁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就往外走。咱们先下楼，我一会再跟你解释。他把我从酒店中强行给拉了出来，我甩开了他的胳膊，不悦地说道：“到底怎么回事？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老公，哎呀，我该怎么跟你说呢？这件事不好说。有什么不好说的？难道季桃不在房间里吗？他当然在，只是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男人在房间里，他们2人在做那种事。你不是说只有季桃在吗？怎么会有男人？那你拉着我走干嘛？我们不是应该救季桃吗？哎呀，我实话告诉你吧，那个男人是李耀东。我一进去看到他们2人在床上做那事，把我给吓了一跳，所以我就跑出来了。你说的是真的？可是李耀东他没有房卡，他怎么进去的？这我怎么知道？可能是季桃给他开的门吧。咱们别管他们了，还是赶紧回家吧。我心有不甘，因为
为我根本没来得及进房间查看李耀东和季桃两人在不在房间里，我一无所知。但如果真的像高杰说的这样，那我们的确不适合在第二次闯入了。我趁机借题发挥。这李耀东真不是东西，他难道不知道季桃是有妇之夫吗？怎么能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如果季桃老公知道了还不嘎了他？老公，这件事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反正季桃和她老公很快就离婚了，要是被她老公知道这件事，肯定饶不了她。这季桃要是已经离婚了，那我无话可说，但她没离婚，却跟李耀东鬼混，那就是对婚姻的不忠。这样的人在古代是要被浸猪笼的。你以后不要跟这种同学来往了。我故意说的这么难听，就是想试探高杰的反应。如果他真的背着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那他听了之后脸色肯定不会好看。但我发现他的情绪的确不高，似乎是有心事的样子。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高杰已经去上班了，床上只剩我一个人。我今天原本计划去一趟昨晚的那家酒店，打听一下是不是像高杰说的那样，是他和季桃开的房间。但是有李春兰在，我不能够自由外出，只有尽快辞掉他，我才能想去哪就去哪。直到下午高杰回来，高杰似乎十分的开心，满脸堆笑的问我：老公，你今天一整天在家都干嘛了？我一个盲人还能干什么？除了睡觉就是发呆。老公，你不会打算一直这样下去吧？听到高杰这样问，我疑惑的看了他一眼，觉得他似乎话里有话。那我能怎么样？如果我眼睛复明了，那么我或许还可以回医院工作。我一个瞎子，就算我想去上班，也没有地方容得下我。老公，你虽然眼睛失明了，但是你的医术还在。我今天听一个朋友说，盲人按摩这个职业不错，你要不要尝试一下？我不由一愣，没想到高杰要跟我说的是这件事。盲人按摩？高杰似乎害怕我会反感此事，又连忙说道：老公，你当初学的就是中医，针灸、拔火罐、刮痧，对你来说那都是小菜一碟。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逼着你去工作挣钱，我只是担心你天天待在家里会把自己给憋坏了，想给你找点有意义的事情做。如果你不想做的话，那就算了。我眼睛自从复明后，其实我一直想再回中医院继续工作，但是这样我就没时间调查高杰是否出轨。不过要是我听了高杰的建议，去开一家盲人按摩，这样一来，我白天就不用在家待着，可以随意在外面调查。老婆，你这个建议挺好的，我其实也一直想找点事情做。这盲人按摩的确能发挥我以前医生的特长，我想试试。真的吗？那太好了，那我找朋友给你介绍个地方吧。我不想给别人干，我的脾气你也知道，最受不了别人说三道四。要不然你给我租一个店铺，我自己干吧。也行，反正只要老公你喜欢就好。我明天找个租房中介问问。这时，李春兰笑着走了过来。张小凯，你开店的话，一个人忙不过来吧？要不然我去店里帮你。我之所以去做盲人按摩，完全就是为了摆脱掉李春兰，能够自由行动。要是她跟着我去了店里，那么我跟在家有什么区别？不用，春兰姐，你每天照顾家里已经很忙了，再去店里帮忙太累了，我自己找个助手就行。而且我也不一定做得来，就是尝试一下。春兰姐，小凯说的对，你把家里照顾好了，让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有口热乎饭吃就行。那好吧，饭菜马上就做好了，洗手准备吃晚饭吧。洗完手后，我们坐在一起吃饭。这时，高杰的手机响了一声，来了一条信息，我随意的瞥了一眼。信息的内容令我大吃一惊。看到这条信息内容后，我整个人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脑袋里嗡嗡的。这么亲昵的称呼，一般只有恋人、情人、夫妻或者父母子女之间才会这样称呼。但刚刚那条消息并不是高杰父母发来的，而且他父母从来没有称呼过他宝贝。再加上那个老地方见，很显然对方与高杰不是第一次约会了。我握着筷子的手默默地攥紧，假装很随意地问道：是谁发来的信息？高杰连忙将手机给拿了起来。哦，没谁，是推送的一条新闻信息。我没有再追问下去，假装什么都没发现，就想看看高杰今晚是否会去赴约。吃过晚饭后，我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高杰陪在我的身边，他似乎一点也不着急去赴约。他难道推掉了今晚的约会？快到8点左右的时候，高杰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老公，我有点口渴了，我去倒杯水喝。高女士，我去倒吧。不用，我自己去就可以。高杰阻止了李春兰，自己起身去倒水。过了一会，他用托盘端着3杯水走了回来，放在茶几上。他自己拿了一杯，然后给我也拿了一杯。老公，你也喝点水吧。春兰姐，剩下那杯是给你倒的，谢谢。我接过了高杰给我的水，正想喝的时候，突然发现杯口沾着少量的白色粉末。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水杯，水并不是很清澈。我心里一惊，难道高杰在水里下了什么药？高杰看到我没喝，老公，你怎么不喝呀？我原本想说自己不渴，但是我转念一想，如果水里真的下了什么药，那么高杰肯定不是想谋杀我，最多是让我昏迷而已。我猜他之所以这样做，极有可能是为了去赴约。我只有喝下去才能验证水里是不是下了药，同时才能引蛇出洞，看看高杰接下来会去做什么。我喝了2个小口，并没有将所有的水都喝掉。老公，你怎么不多喝点？晚上多喝水对身体好。我现在不是很渴，过一会儿再喝。我将水杯放了回去，没有再碰水杯。差不多过了10分钟左右，李春兰就开始打哈欠了。高女士，张先生，我有点困了，
如果你们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去休息了。春兰姐，那你先去睡吧，我陪小凯再坐会儿。李春兰回了自己的房间中，我发现自己也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眼皮有点沉。水里肯定是放了安眠药，否则我不至于才8点多就开始犯困。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我也情不自禁地打起了哈欠。老公，你是不是困了？要不然咱们回房间睡觉吧。我担心再坚持下去，我会直接睡着，索性趁着自己还能保持清醒，先回房间去。好，我的确有点累了。我和高洁回到卧室后，老公，你先睡吧，我去卸妆。我躺下之后，高洁离开了卧室。她一出去，我立刻用力在自己的大腿上拧了一下，疼得我顿时咧起了嘴。好在安眠药只是促进睡眠的药物，除非大量服用，否则不会很快就昏睡过去。也就是说，即使服了安眠药，如果服用的人心里有抵触，再使用一些外来刺激，是可以抵消掉安眠药的药效的。大约过了20分钟左右，我一直坚持没有睡着。当我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时，连忙闭上了眼睛，假装已经熟睡了。高洁走到了我的床边，小声地喊了起来：“老公，你睡着了吗？”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见我没有反应，高洁就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卧室。我睁开眼睛，陷入了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中。我起床，正准备打开卧室门看看。这时，卧室的门锁转动，发出了声响。我以为是高洁回来了，连忙重新躺回了床上。我看到一道黑影朝着床边慢慢地走了过来，然后轻声地喊道：“张小凯，你睡着了吗？”听到对方的声音，我不由一惊，这黑影不是高洁，而是早就去入睡的李春兰。李春兰见我没动静，她竟然轻轻地上床躺在了我的身边。李春兰在我身边躺下后，见我依然没有动静，便开始大胆地朝我伸手，准备行不轨之事。她如此大胆的行为令我内心吃惊不已，我一把抓住了李春兰的手，阻止了她进一步的行动。把手拿开！听到我的声音，李春兰慌张不已，连忙把手抽回去，躺在我身旁一动也不动。她这样做大概是想要继续假扮高洁蒙混过关。春兰姐，我们去客厅聊聊吧。被我喊出了名字，把李春兰给吓了一跳。她有些紧张害怕地问道：“你没睡着吗？你不也没睡着吗？”李春兰听到我的话，她终于确定了我没睡着。我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下自己的心情，然后从卧室来到了客厅，却没看到李春兰。她可能觉得有点没脸见我，躲进了自己的卧室中。于是我主动喊道：“春兰姐，你出来吧，刚才的事情就当是一场误会，但是我想跟你了解一些事情，是关于高洁的。”过了一会儿，李春兰才走了出来，但是她低着头，不敢看我。张先生，刚刚我说过了，刚刚的事情是误会，不要再提了。但是我希望你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几个问题，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你想问什么？你是不是知道今晚高洁会外出？我的确知道高洁要外出。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因为看到了高洁的信息，才猜测到她今晚可能会外出。但是当时李春兰坐在我们对面，不可能看到信息的内容，而且高洁给我喝的水中下了，那么她给李春兰喝的水里肯定也有。但是李春兰却没有睡着，说明她和我一样早就有了防范。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像今晚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别误会，我不是说我进你房间不是第一次了，而是高洁晚上外出已经不是第一次。自从我来到你们家做护工，她起码有过3次晚上外出的情况。我暗暗攥紧了拳头，也就是说，在我失明期间，高洁早就有了出轨的迹象，并不是这几天才有的。哪3次？都是在什么时候？李春兰回忆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第一次好像是我来你家的第2个月月底，第2次是第3个月的月中，第3次是第3个月的月底，我应该没记错。我失明的这半年多时间，前2、3个月都是在住院治疗，身上的伤势好了之后才回家休养的。而李春兰也是我回家休养的时候，高洁从外面雇佣来的。也就是说，李春兰说的第一次是我失明第5个月的月底。我努力地回忆着她说的这3次时间，因为那段时间我的心情一直很糟糕，也分不清白天黑夜，我有点回忆不起来。那算上这一次，这是第4次了是吗？应该是吧。那你知道她出去做什么了吗？这个我真的不清楚，毕竟我也没有跟着她出去。不过她好像一出去就是一晚上，第2天一大早才回来。她居然一夜不归。我顿时气得脑袋直疼，眼前一阵阵发黑，像是要再次失去视力一样。我双手抱着头，想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如果我再次失去视力，那我恐怕就真的对这个世界绝望了。李春兰见我这副模样，连忙安慰我道：“张小凯，你没事吧？你别乱想，或许高洁她只是出去跟朋友聚会了。毕竟现在的年轻人彻夜不归是常有的事。”春兰姐，你先去休息吧，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哦，那好吧，你千万别多想，有什么事你就叫我。李春兰起身回了卧室，而我在客厅中坐了一整夜。大约早晨6点左右的时候，高洁才回来。你回来了。突然听到我的声音，高洁瞬间吓了一跳。老公，你怎么坐在客厅里？你不应该先解释一下，你昨晚都出去做了些什么吗？你怎么知道？高洁立刻意识到我可能在客厅坐了一整夜，她脸上满是慌乱之色。老公，你千万别多想，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呵呵，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样？那你给我解释一下吧，你这一整夜都去哪儿了？做了些什么？难道你又去和季桃喝酒，然后喝多了，2个人在酒店开房睡了一夜吗？老公，我昨晚是出去了，但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请你相信我好吗？哼，
想让我相信，那你就解释清楚。我昨晚的确是跟朋友去聚会了，但我那朋友是女的，昨晚也是我们2个人在一块儿，不过不是季桃。你这解释还真是不费功夫，把我说的照搬过来就用。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那我再问你，你出去聚会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前天我带你去参加同学聚会，结果惹得你不高兴，还让你怀疑我和李耀东之间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你还说不让我和他们继续来往了。我是担心你知道我又出去聚会，心里会胡思乱想，所以才没敢告诉你。这的确是我的错，你能原谅我吗？所以你就在我喝的水中下了，你为什么不干脆我这个瞎子？高洁脸上瞬间变了颜色，就像是一个被人戳穿了谎言的小丑。高洁的解释在我看来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因为无论什么理由给自己的丈夫，这都是一件令人无法原谅的事情。老公，你在说些什么？我怎么可能害你？我们是夫妻，难道彼此之间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吗？信任是建立在坦白的基础上，你如果只是昨夜一次未归，那么我或许会相信你是清白的。可是你给我解释一下，你上个月月中、月底左右晚上又出去做什么了？老公，你是怎么知道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既然做了，难道还怕别人知道吗？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高洁陷入了沉默之中，似乎已经无法再为自己做出辩解。既然你没什么想说的，那我也不逼你了，咱们好聚好散吧。说出了这句话，我感觉自己心里瞬间变得空荡荡的，好像失去了什么。高洁同样吃惊地看着我。不，你不能这样对我，老公，你不就是想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吗？我告诉你好了，我之所以昨晚出去，是因为我们美容会所的老板佩姐叫我去的。佩姐她每个月中、月底都会搞一些美容沙龙聚会，叫我去帮她招呼客人。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是我在美容会所上班，又不能得罪佩姐，所以才不得已去的。那你不能换一份工作吗？难道只有美容会所这份工作适合你？高洁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泪水，但并没有当着我的面哭出声来。老公，在你失明这段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一直瞒着，没敢告诉你。一夜夫妻百夜恩，毕竟我还是很爱高洁的。看到她这副模样，我心里多少有些不忍。什么事？我告诉你，但是你答应我，听了之后要保持冷静，好吗？高洁紧张地看着我，似乎害怕我听了之后会接受不了。就在你发生车祸住院后，咱爸妈得知了消息赶来看你，结果咱妈听说你会有生命危险，眼睛也可能会瞎了，一时受不了刺激，发生了脑出血。说什么？我妈她现在怎么样了？她现在在哪呢？老公，你别激动，你冷静一点。我哪里冷静了下来？快告诉我，我妈她脑出血怎么样了？作为一名医生，对于这种受到刺激引发的脑出血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轻者虽然不会丧命，但是会留下一些后遗症；重者会直接造成脑死亡。老公，咱妈她没什么大碍，现在就住在中医院，只是她有点语言障碍。我整个人瘫跪在地上，心里难受无比。我怎么也没想到，在我发生车祸后，竟然还连累我妈也发生了这种意外。妈，对不起！我自责地痛哭了起来。高洁连忙阻止了我，她将我的头抱在怀中。老公，这不能怪你，你不要这样。我在高洁的怀中哭了一会儿，情绪缓解了许多。带我去看我妈。好，我带你去。高洁带着我来到了一间特护病房，病床上躺着一位50多岁的中年女子，正是我妈。我爸陪在病床边，看到这一幕，我顿时热泪盈眶，忍不住要哭出声来。爸妈，我带小凯来看你们了。我爸满脸的意外之色，立刻站了起来。小姐，你怎么把小凯给弄来了？不是说好先不告诉他的吗？对不起，爸，我说漏了嘴。我望着躺在病床上的我妈，忍不住又要流出眼泪。我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握着我妈的手，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感。妈，儿子不孝，连累您生病住院，到现在才来看你，儿子不孝啊！不哭。我妈因为脑出血造成的语言障碍，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交流，咬字不清，说话也含含糊糊的。小凯，站起来，别让你妈看得难受。你妈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爸将我从地上扶了起来，让我坐在他的座位上，看着我妈这副样子，我心里难受无比。来之前有很多的话想说，可是现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深深的愧疚和自责。爸妈，你们先聊着，我出去一趟。高洁走后，我爸对我说道：小凯，小洁是个好姑娘，你要珍惜她。你车祸住院后，你妈也一病不起，这段时间都是靠小洁她一个人撑着家里。她除了照顾你，还经常来医院照看我和你妈，医药费、生活费都是她出的。为了能多挣些钱，她还辞去了护士的工作，去了别的地方上班。听到我爸这样说，我才明白，原来高洁辞职的事情，我爸妈早就知道了，只是都瞒着我。我内心也不由一阵感激。如果不是高洁帮忙照顾我爸妈他们二老肯定要受苦受累。这时，我妈含糊不清地说道：咦，生个孩子？妈，你这说的什么意思？你妈是说让你和小洁抓紧生个孩子。你现在眼睛看不到了，人家小洁年轻貌美的，你们两人之间要是没有个孩子牵连着，我和你妈都担心你们会不长久。我妈忙点了点头，即使她现在已经病成了这样，心里却依旧牵挂着我。我爸我妈他们这样说，其实是担心我会被高洁给抛弃了。我正想跟我爸妈说我已经复明的事情，
这时，病房的门被打开，是高洁回来了。小凯、小杰，你们俩没事赶紧回去吧，我们在这挺好的。小杰他还要上班吧，别耽误工作。爸，你就让我多陪陪我妈吧。既然这样，那让小杰先回去吧。好，那我晚点再来接小凯回家。高洁离开后，我在医院一直待到下午，我爸才催促我赶紧回家去。时间不早了，我送你打个车回去吧。记住你妈说的，尽快要个孩子，也算是完成我和你妈的一个心愿。我回到家的时候，高洁在床上熟睡，看到她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我拿起了她的手机，想看看昨天给她发暧昧信息的人究竟是谁，但是她微信似乎清理过，一条消息都没有，于是将季桃的名片分享到了我的微信上，然后删除了记录。这时，高洁的手机闹铃突然响了起来，将我给吓了一跳。我连忙将手机重新放在床头柜上。高洁听到动静，也从熟睡中被吵醒了过来。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刚刚回来，听春兰姐说你可能在睡觉，所以我就没叫醒你。你手机响了，是不是来什么电话了？不是电话，是我定的闹铃。本来想这个时间去接你回来的，你怎么没多陪陪爸妈他们？是爸说时间不早了，让我回家的。老婆，谢谢你帮我照顾爸妈他们，替我尽了孝道。呵呵，老公，你爸妈也是我爸妈，照顾他们不是应该的吗？老婆，是我拖累你了。不许这样说，你忘了当初我们结婚时的誓言了吗？无论好与坏，富裕或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都要彼此珍惜相爱。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拖累了我。不过说真的，当初你出了车祸，妈又病倒，我当时真的觉得天都要塌了，还一个人偷偷躲起来哭过。要不是撞伤了你的那人赔偿了100万的医疗费，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第一次听到高洁说起这些事。作为一个柔弱的女人，她能够抗住这些事情带来的压力，的确非常的不容易。对不起，我答应要给你幸福的，我不仅没有做到，还让你承受了一切。老公，昨晚的事情都是我不对，但我真的是害怕你多想，而那种场合我又不方便带你一起去，所以才做了错事。你要是还不相信我的话，我给佩姐打电话，叫她来咱们家给我作证。不用了，我相信你，我以后再也不会胡乱怀疑你了。但是如果你晚上要出门，我希望你能告诉我。老公，你真好，谢谢你这么信任我。我以后如果外出，一定先告诉你，不让你再担心了。老婆，我还想跟你商量个事情。什么事呀？老婆，我们生一个孩子吧。高洁不由一愣，一副很意外的样子，似乎她并不想要孩子。怎么了？你难道不想要一个我们的孩子吗？当然不是，只是这种事情也不是想要就能要的。你是医生，这你肯定清楚。嘿嘿，那我们每个月多几次，几率就大了。经过一番激烈的运动后，我们两人都浑身是汗的停了下来。老公，我身上都是汗，想去洗个澡，你去吗？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高洁起身准备去洗澡，我随意一瞥。突然看到在她屁股上有一只蝴蝶的纹身图案，我脸色顿时有些难看，因为高洁身上原先是没有纹身的，更不会在这种地方纹身。这种部位大都是为了讨好男人，毕竟她自己又看不到。我躺在床上，心情却很是复杂。本来我已经不想再追究下去了，可是高洁身上突然出现的纹身，证明她昨晚绝不只是去参加美容沙龙聚会那么简单。我因车祸失明半年多，一次洗澡的时候摔倒，经意外复明。但当我睁开眼睛看到妻子时，我决定继续装瞎。接上集。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高洁去上班后，为了弄明白同学聚会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回到卧室，拿出手机添加了季桃的微信，约好半个小时后在中心商场咖啡厅见。张小凯，你约我有什么事？坐下聊吧，要不要喝点什么？不用了，有什么事你就问吧。一会我约了人逛街。这件事情有点难以启齿，但我只能来问你，那晚同学聚会你去哪了？怎么没有再回来？季桃没有立即回答我，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只看到她嘴角上扬。你那晚不是喝醉了吗？而且你又看不到，你怎么知道我没回去？季桃的反问令我有点措手不及，出乎意料。我想了想，决定实话实说，否则季桃肯定会跟我一直反问兜圈子。季桃，其实那晚我只是喝多了，并没有喝醉。你和高洁出去上厕所那段时间，我的酒就醒了。我还听到有人说，有个叫李耀东的是高洁在大学时的前男友。就在你和高洁离开的这段时间，李耀东也离开了。后来他和高洁一起回来的，唯独你没回来。我怀疑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所以想问问你。啊哈！你还真是够直白的，听你话里的意思，你应该是问过高洁吧？那他怎么说的？他说他和你去上厕所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喝醉的扯坏了你的衣服，还吐了他一身。后来李耀东恰巧出现赶走了那人，又送你们去了附近的酒店洗了澡，然后才回了 KTV。他这不都告诉你了吗？那你还在怀疑什么？真的只是这样吗？呵呵，张小凯，其实我挺同情你的。你一个瞎子，自己老婆就算在外面跟别人发生了什么，你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你会胡思乱想。不过有一点你说的很对，李耀东的确是高洁在大学时的前男友，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我劝你一句，别胡思乱想了。高洁没有抛弃你这个瞎子，你就感恩戴德吧，和他好好过日子。季桃的话有些难听，让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我反唇相讥道：谢谢你的劝解，不过我听说你和你老公的夫妻生活不太和睦，他一直满足不了你，难怪你会和李耀东搞上，我也挺同情你的。你闭嘴，是谁告诉你这些的？我没有回答他，只是嘴角故意露出不屑的笑容。是不是高洁告诉你的？肯定是他告诉你的，口口声声说是好姐妹，会为我保密，他竟然告诉了你。
坏了，季桃要是去找高洁，那高洁就知道我背后调查他了。那个季桃，你的事情我不感兴趣，你和李耀东之间的事我也不会告诉你老公的，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起身准备离开，季桃却拦住了我。你对我的事不感兴趣，难道对你老婆高洁的事也不感兴趣吗？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高洁和李耀东两人为什么在毕业的时候分手了吗？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过去，无论高洁跟李耀东之间以前发生过什么，我不在乎，因为她现在是我老婆。哼，你不想听，可我偏偏要说，是因为在毕业的时候高洁查出怀孕了，李耀东不想要那个孩子，逼着高洁去拿掉孩子，所以他们两人分手了。听到这个秘密，我忍不住瞪大了眼睛。虽然这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听到高洁和李耀东有这样一段过往，仍旧令我心里很难受。但是为了不让季桃看出来，我强装镇定地说道：“我说过了，我不在乎我老婆的过去，只要她现在和李耀东没关系，那就可以了。”哈哈哈，谁说她现在和李耀东没关系了？张小凯，本来这些话我不想说的，但是看你一个瞎子被蒙在鼓里，我真替你不值。你这话什么意思？同学聚会那晚的事情，高洁并没有对你说实话。你要是想听到真相，那你就坐下；要是你不在乎，那么你就走吧。听到季桃这番话，我心里顿时产生了怀疑，犹豫了一会儿，又重新坐了下来。什么真相？真相就是那晚那个喝醉了的不是别人，正是李耀东。那晚我和高洁从卫生间出来就撞见了李耀东，他借着酒劲抱住了高洁，说自己还爱着她，想要和她在一块儿。我上前去阻拦，结果被李耀东吐了一身。真正被扯坏衣服的其实是高洁。至于我们后来去了酒店又发生了什么，你还想听吗？听到季桃的这番话，我表面上还很冷静，心里却已经翻腾。你想说就说，不想说就拉倒，谁知道你是不是胡编的？我相信我老婆的为人，她绝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你觉得你很了解她吗？你们结婚才多久？我认识她可比你早多了。那晚我是和李耀东在一起，但是你老婆也没闲着，我们3个人玩得可开心了。你在胡说八道，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的事情那就是诬陷，别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张小凯，别在公共场所这么大声，难道你想让大家都听到吗？你想要证据是吗？好啊，我会把证据给你的。说完，季桃就转身先离开了。我心事重重地回到家里，心里怎么也安定不下来。直到下午高洁快下班的时间，我突然收到了季桃发来的一条语音，我随手打开。小洁，我爱你，我这些年一直没忘记你。语音中传出的阵阵喘息声令我呼吸一紧，而随后发出的那一声小洁更是令我如遭雷击一般，声音与李耀东非常相似。难道那个女人真的是高洁吗？你发这个给我是什么意思？你不是想要证据吗？这是李耀东和高洁时我录下来的声音，我还有视频呢，画面相当的精彩，可惜你看不到。你真的有视频？语音发出后，我等了好一会儿，季桃都没有再回复信息，我心里不禁怀疑季桃是不是在虚张声势。你根本就没有视频吧？我虽然眼瞎，但是心不瞎，我是不会中了你的离间计的。发完了信息之后，季桃仍旧没有回复我，这反倒让我放松了一些，觉得我猜测的是对的。过了没多久，高洁下班回来了。老公，今天房屋中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有一家门店出租，我已经去看过了，觉得位置还不错，附近有好几个小区，挺适合开盲人按摩店的。你觉得合适就行，反正我也看不到。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出租的房东要求最少租1年，而且一次性结清。是吗？那1年房租要多少钱？1个月租金3000块，1年要3万6，水电费自理，这样下来1年至少4万块钱。这么贵？我不禁有点心疼钱，毕竟我当主治医生的时候，月工资1个月也就5000左右，1年下来最多6万块的收入。我之所以答应做盲人按摩店，主要是为了方便自己外出调查高洁，这一次性要花费4万块钱，到底值不值？就在我还在犹豫的时候，高洁说道：“老公，等你的按摩店开张后，你要好好加油哦，说不定比你当医生收入还高呢。”我看了一眼面带微笑的高洁，没有说话，这时也就默认了下来。看她如此的温柔体贴，反倒让我觉得自己老怀疑她出轨，心里很对不起她。第2天早上，高洁打算带我去看那间出租的门店，她先去了卫生间洗漱，我一个人在卧室无聊，就拿出手机连上了网络。突然收到了2条信息，我打开一看，这2条信息都是季桃发来的。离间计，呵呵，还用得着我离间吗？你如果真的信任高洁，还会来问我那晚发生的事情吗？我手里真的有视频，你想看的话，那咱们今天老地方见。听到第2条信息内容，我不由脸色一沉，心中也慌乱了起来。季桃敢约我见第2次面，还说把视频给我看，难道她手里真的有视频？我突然有点害怕跟她见面，因为一旦她说的是真的，那我和高洁的婚姻就走到头了。